宗萨仁波切说，你接纳什么，什么就消失；你反对什么，什么就存在。如果你不明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，你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改变别人上，最后一无所得。在人生的漫长旅程中，我们常常陷入与世界的纠缠，与他人的纷争，却忘记了真正的敌人其实一直是自己。如果你不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一直试图改变外在的世界，试图改变他人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内心。人生就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和接受现实的过程。当你允许一切发生，接纳人生中所有的好事和坏事，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顺。现实中，凡是不抗拒的，会自然而然地消失；凡是能接纳的，会逐渐消融。在世事无常中，只有学会接纳，才能解除你所有的焦虑不安和痛苦，少些烦忧，事事顺遂。泰戈尔曾说，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。这便是一种接纳的智慧。当我们接纳生活中的不如意，那些挫折与痛苦便仿佛失去了他们的锋芒。两个人同样坐牢10年，一个完全接纳了牢狱的生活，一个怨恨牢狱的生活。对于完全接纳牢狱生活的人，牢狱消失了；而在心里不接纳却又不得不在牢狱生活的人，牢狱出现了。一个拒绝接纳自己残疾的人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人；一个接纳了自己残疾的人，残疾消失了。一个讨厌夏天的人，夏天越来越热；一个接纳了夏天的人，夏天消失了。虽然他依旧被热辣辣的太阳晒得满头是汗。当你讨厌虫子，你会发现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会有虫子跟着你。当你不再讨厌虫子，就算虫子把你围起来，它们也并不存在。真正的虫子不是虫子，而是你的讨厌。你心里的虫如果不消失，大地上就会永远有虫子出现。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人，在临刑前全然地接纳了自己的命运，他在心里以微笑接受死亡。正在那一刻，死刑消失了。而一个已经不能改变死亡命运的人，却挣扎着不想死。双重的痛苦降加在他身上，使他陷入地狱。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怖，你接纳什么，什么就被融化在你的接纳里；你抗拒什么，什么就被你的抗拒建立起来。接纳就像巨大黑洞，它能吞噬一切的存在；接纳就像虚空，它会允许一切的发生。一个人身患绝症，每天想的全是对峙，绝症在他的对峙中不知不觉生根发芽。绝症非绝症，对峙成绝症。若人离对峙，绝症无处存。你的老公酗酒，你整天骂他，讨厌他，他喝酒喝得更多了。有一天，你买来了好酒陪他一起喝，你倾听他内心的孤独和苦闷，
像对孩子一样完全接受了他。你不再讨厌他喝酒，有一天他不再喝得酩酊大醉，他更愿意陶醉在你的理解和陪伴中。你讨厌的、恐惧的、对立的就会存在，你接纳的、理解的、欢迎的就会消失。你儿子学习成绩不好，被很多老师认定为智商太低，你一味地指责孩子，对孩子施加各种压力，期望他有所改变。孩子非但不能改变学习成绩，反而陷入痛苦之中。当你接纳你的孩子的低智商，他开始变得活泼可爱起来。你发现你的孩子根本不是低智商，那纯粹是胡扯，他聪明极了。你自己和那些老师才是低智商，并不是你的孩子真的有什么巨大的改变，而是你定义的聪明可爱的标准变了。你自己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你接纳了什么，什么就会变得可爱。不是事物本身变得可爱，而是你看他们的角度改变了，他们随之而发生了神奇的改变。当你遇到什么人或事而无法回避时，接纳是唯一的选择，不管那是贫穷、监狱、疾病、衰老还是死亡。当你接纳他们时，他们就会消失。有时，当你面对困境，能够轻松回避或转身，那也是一种接纳。接纳不是偏执和刻意，在你不能接纳的时候，选择放下、离开，那同样是接纳。你对你的心越了解，越敞开，越放松，你越知道如何接纳。接纳发生在一颗觉悟的心里，打破我见、我执，内心不再有任何坚固的思想和观念，你才能接受更多，直到完全的自在。修行不是修别人，而是修自己。凡是你讨厌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练就你的一颗忍辱之心，提升你的心量和福报。凡是和你有纠缠的人事物，也是必然会发生的。人生就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和接受现实的过程。当你允许一切发生，接纳人生中所有的好事和坏事，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顺。现实中，凡是不抗拒的，会自然而然地消失；凡是能接纳的，会逐渐消融。在世事无常中，只有学会接纳，才能解除你所有的焦虑不安和痛苦，少些烦忧，事事顺遂。正如影片开头所说，你接纳什么，什么就消失；你对抗什么，什么就存在。如果你不明白，你的敌人是你自己，你会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用在改变别人，到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得。人活着一定不要遇见什么都要对抗。当你与世界对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会太顺利，反而是麻烦越来越多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活的就是一个心态，只有让自己内心平静，心态平和，接纳一切，允许一切发生，那么遇到的也都是幸运，
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从来都不会被小事打垮，而是敢于接受生命中的一切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，这些挑战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也可能是长期积累的压力和焦虑。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却能够坦然面对这些挑战，允许一切发生。接纳也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。内心强大的人都具备了接纳、勇气和智慧。1.1 接纳，面对现实的勇气。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首先具备的品质是接纳。他们明白，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，总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因此他们不会逃避现实，也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。相反，他们会勇敢地面对现实，接纳生活中的一切。接纳并不意味着消极放弃，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它要求我们在面对困难时，不要过于纠结于问题的本身，而是要关注于如何解决问题。通过接纳现实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以更加平和、冷静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在接纳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，从而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。这种自我成长的过程，不仅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，也让我们更加成熟和自信。1.2 勇气，直面困难的决心。除了接纳现实之外，真正内心强大的人还具备勇气。勇气是一种内心的力量，它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，坚定的信念。拥有勇气的人不会被困难所吓倒，而是会从中汲取力量，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。勇气也是一种责任感。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会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不会轻易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人。1.3 智慧，化解问题的钥匙。除了接纳和勇气之外，真正内心强大的人还具备智慧。智慧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它能够帮助我们看清问题的本质和根源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。拥有智慧的人能够迅速地分析问题，做出决策，并且能够有效地执行自己的计划。智慧也是一种包容的心态。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，会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他人和事物。他们知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而世界上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和事。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接受变化，允许世事无常，接受人生的遗憾和不被喜欢。真正的内心强大，从来都不是忘记，而是坦然接受。人只有去正视问题，才能解决问题。真正的强大，从来都是源于内心的平静与自信，而非外在的完美和赞许。学会接纳，去接受，
以更好的心态去生活，人生才会越来越好。内心强大的人，从来不会屈服于生活中的磨难，而是会向上生长，向下扎根，温柔有力量。当一个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就会变得十分的强大，内心也不再是那么的脆弱了。我们永远无法100%地把握任何当下的结果，但只需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实现提升，有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做到知行合一。当一个人不再试图掌控结果，控制关系，而是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一切时，你会发现对方会越来越轻松自在。一个人可以接纳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内心也就会逐渐变得强大。允许生命中所有的发生，就像天空允许风筝的自在，大地允许花朵的离开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，我们都要做一个柔软且强大的人，不逃避苦难，允许人生跌宕，允许一切自然发生。与其抱怨，不如将悲愤化为力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，也没有谁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。不管经历什么，都要学会从容面对，保持强大。接纳无常是一种修行，愿我们都能学会释然，把心放宽，无论好的坏的，接纳一切发生，才能逐浪而行。莫言说，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发生，允许遗憾、愚蠢、丑恶、虚伪，允许付出没有回报。当你允许这一切之后，你会逐渐变成一个柔软、放松、舒展的人，也就是一个无比强大的人。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一切发生，接受一切，而不是在对抗中惩罚自己，让自己遍体鳞伤。你要允许发生，也允许一切的存在。只有这样，无需做任何改变，也会事事如意。老子曰：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如果你不明白你的敌人是你自己，你不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与别人对抗，去改造他人，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平和。不然，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只有让自己学会接受，才是生命的成熟。让自己接受人生中的不如意和无奈，接受人生无常，接受别人的背叛，也接受自己的缺陷。先无我，才能有我。利他而后才能自利，夺人而后才能夺己。天不与自高，德不与自厚。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。接受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能力。当你学会了接受，人生也就没有什么能折磨你、困扰你，反而会让自己活得更轻松、更自在。其实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绝情，而是你一直心存幻想的期待。与其抱怨生活，被动地接受苦难，不如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用一颗平常的心坦然接受一切。
弘一法师也曾说过，人最傻的行为就是急着要结果，得不到便又哭又闹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做人做事，人们最傻的行为就是对抗一切，想着去改变别人，跟自己过不去。当你的内心强大了，就会允许一切发生，让自己坦然接受所有，淡然从容面对一切，如此才能收获更多美好。当一个人越轻松，越放松，越是没有恐惧和紧张、担忧和焦虑的时候，越容易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和智慧。当一个人越不在意结果，越不关注得失，越不因为结果的好坏而患得患失时，反而惊喜不断，出人意料的幸运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有心栽花花不开一样的道理。任何事一旦有心与结果，这颗心的智慧和能量就被限制了，就已经不符合天道了。任何事只要无心与结果，心的功效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出来，这时候就道法自然了。不能理解的，咱们举例来说，比如考试的时候，如果一心想着我一定要考好，我千万不能出错，那么完了，大概率要发挥失常，考试结果很不理想。再比如和人相处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算计和利弊分析，那么关系一定很糟糕，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你根本无法做到人和，也不可能结交善缘和贵人。再比如，当你和爱人相处的时候，总是追究爱情和婚姻的结果和意义时，反倒不能很好的经营和体验好这段爱情和婚姻，最终的结局一定不圆满，要么分手，要么离婚。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感情也好，都是如此。有心就成了束缚和羁绊，无心才能更自在更绽放地去经历和体验。无心于成绩，成绩恰恰很好；无心于业绩，业绩往往不差。无心对人好，才是真的好。无心于事情的结果，事情才能干得精彩有创意。这便是无心生大用。世人皆知有心之小用，却不知无心之大用。无心才能在天道的道法自然轨道上运行，才能在符合规律的轨道上轻松显化的结果。这叫不求自得。有心就成了心机和人为，这便背道而驰了。所以你才会累，才会拧巴和纠结，形成大量的空转空耗，于是才有了这么多求而不得。正因为人人都在有心，所以人人都在追究意义和结果，却忽略了生命旅程本来的精彩，选择了直接跳过体验生命的美好，去工作，追究工作结果好不好，却忽略了工作过程的专注，最终过程没干好，结果自然糟。去旅行，追究这趟旅行有啥意义，却跳过了旅行过程的风景和美好，
经历和体验，不必追究意义，也不必在意结果，跟随生命和灵性的引导，带我去哪，我就去哪，全然地去安住于过程的经历和体验就好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一切都已经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，这本就是生命的意义。3. 人生最好的修行就是无我。金刚经有言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无我相，我本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因缘和合生灭，所以并无我，是名我。无人相，他人也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因缘和合生灭，与我无异，所以并无他人，是名他人。无众生相，众生全部都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灭后我生，我灭后你生，所以没有你我，更没有众生。无寿者相，为何没有你我，没有众生？就是因为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时间是个伪概念，所以没有哪个活得长哪个活得短之说。在无量无边的虚空法界，再长的寿命都是弹指一挥间，而在那一瞬间，其实又蕴藏着无数个未知的虚空法界。当你明白了生命的真相，真我就像遍在的虚空一样，无处不在。人们受头脑的操控的习性，总是以眼耳鼻舌身意来描绘这个世界，衡量这个世界。当空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一切如其本来的呈现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对错，没有美丑，没有好坏。头脑是妄念的来源，给自己建立了无数的障碍，不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阻碍与真我的链接。所以时常提升自己的觉知力，不被念头所惑，念其即觉，教之即无。头脑总是很执着，不断为打翻的牛奶哭泣，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久久不能散去，一件事搁在心中久久不能释怀，伤害过自己的人一直怀恨在心。头脑总是爱分别，一旦分别就产生好坏对错，一经比较就有烦恼焦虑。消除恐惧的办法就是放下自己的分别心，放下自己的攀缘心，放下自己的虚荣心。一念放下，当下即得自在。万物生于有，而有生于无，让生命成为空杯，空掉你的妄想，空掉你的知见，空掉你的分别心，空掉你的执着，一空万有。此时你会发现，烦恼焦虑少了，恐惧不安没有了，整个身心轻松了。心经有言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一切的痛苦根源都是我执。当我们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，那么头脑就会维护自己的正确，把各种感受、情绪、
思维强加在自己身上，不断绑架我们的身心，于是产生各种各样的执着。当我们执着身体为我，就会害怕死亡；执着相貌为我，就会担心衰老；执着想法为我，就会和世界产生冲突；执着情绪为我，就容易陷入情绪，为其所控，成为情绪的奴隶。因为你认为有一个固定恒常的我，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头脑的正确，维护自我的形象，所以才时时刻刻都在恐惧。你恐惧犯错，你恐惧失败，你恐惧被人拒绝，你恐惧丢面子，你恐惧死亡，并由恐惧衍生很多负面的情绪，痛苦就此产生。因为你认为有一个真真切切的我，所以你就会执着于生命之外的东西，并固执地认为这些属于自己。所以你时时刻刻都在恐惧失去，你害怕失去财富，你害怕失去爱情，你害怕失去名誉，你害怕失去色身。由此你不断在压制，在对抗，在否认，你紧紧抓住他们不放，直到精疲力尽。所以你先允许你做自己，才能允许别人做自己。学会臣服，接纳任何的发生，觉察，接纳，原谅，放下，爱当下每一刻，享受当下，因为每一刻都不可复制。放下我执，进入无我状态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们都是一体。给出你的爱，去爱每一个人，服务别人，没有人能真正伤害你，你是安全的。其实所有恐惧都是幻想，是头脑制造的垃圾。不要抵抗，不要执着，也无需计划，只需相信宇宙会给你最好的安排。你是宇宙的孩子，宇宙一直在你身旁陪着你，一起走向大爱的旅程。臣服于宇宙给你的天赋，你是宇宙被偏爱的孩子，你不需要刻意追求什么，你只需要去信任宇宙，臣服宇宙，放手一切，一切交给宇宙。宇宙会温柔地把你托起来，你只需要做自己，会把一切美好向你奔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接纳自己。愿你放下心中的执念，认可自己，超越自己，拥有更加灿烂的未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